我负债3万亿，债主不仅不着急让我还钱，反而每天好吃好喝好玩供着我。小小的发烧感冒，他们都跟着担惊受怕。过年过节更是集体带着礼品来慰问我，甚至我想买车买房，他们全都一一答应。但我还是感觉压力山大，准备跳楼一走了之。可我的债主们堪比教科书式救援速度。别冲动，别冲动，有话好好说，你可千万别跳。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商量。是啊，我特么给你跪下了，千万别跳啊！你这一跳，我的职业生涯可就到头了。就在两人苦口婆心的劝说杨晨时，人群中突然走出来一位大爷。你到底跳不跳啊？我都看了你半天了，你不跳我都看不起你。特毛蛋，那个王八蛋说的话，教唆别人跳楼是要负法律责任，你这是犯罪，你知道吗？他要是出事了，我要告到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不让我好过，大家都别好过了。妈的，我怎么想的？我为什么要死啊？欠别人3万，我得求债主多给我点时间。欠别人3万亿，该紧张的是债主，他们每天得烧香拜佛，求我好好活着，所以我为什么还要死啊？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被王思海那个老不死的给坑了。是因为我女朋友碰了他的车，我是被迫赔偿才做了他公司的法人。现在我女朋友也跑了，思海集团欠的3万亿跟我没关系，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你们别逼我了，行吗？还不了没关系，但是你得好好活着，你至少再好好活3年，到时候我3年期满，要么升职，要么调走，要么就辞职不干了，到时候这笔欠款就跟我没关系了。对，还不了没关系，我们也没指望你能还，就是需要你这么一个人存在，懂吗？只要你不爆雷，咱们怎么都好好说。那不行啊，你还是要想办法带领四海集团还债，我们公司几百个民工还等着发工资呢。我才冤枉啊！我隔3差5就给王四海送几个女明星玩耍，结果四海集团连我们公司艺人的辛苦钱都坑，从古至今我也没听说过玩霸王姬的。杨晨看到债主们还在步步紧逼，于是直接一只脚迈向了天台外侧。算了，我还是死吧！我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怎么可能赚得到这么多钱啊？检测到面临生命危险，即将为宿主绑定平本市欠的债，为什么要还系统？恭喜宿主成功绑定平本市欠的债，为什么要还系统？发布系统任务，获得王四海和童佳梅夫妇持有四海集团67%股权。完成任务，系统将奖励宿主逢买必涨技能。系统，老子也绑定了系统，这岂不是说我的人生要逆袭了？可是我要怎么才能取得这67%的股份呢？有了。我才23岁啊，我也不想死啊，可是我就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法人，怎么可能还得了3万亿的负债啊？换成是你们愿意顶着这些债务压力活一辈子吗？懂，我们都懂，但是没办法呀，现在必须有个人背锅，那你是公司的法人，你不背锅谁背锅？可是我不想背。兄弟，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是你必须得背，你背下来，大家都好过。你要是死了，所有人都不好过，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商量着来嘛。既然话说到这里了，那就这样，王思海两口子持有的67%股份全部给我，我试试能不能挽救一下四海集团。如果能挽救，皆大欢喜；如果挽救不了，就当我给你们争取了几年的时间，到时候我该死还是死，你们也别拦着了。随后债主纷纷点头表达认可，并直接将杨晨带到了银行的办公室，开始制定计划。在行长的带领下，很快就签订好了协议，并顺利的拿到了股权。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逢买必涨技能。宿主买入股票一定会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上涨。5年内我一定解决四海集团的亏空问题，8年内解决四海集团所有的烂尾楼，10年内让四海集团全面恢复正常经营，并且让负债率下降到50%以下。但是到时候我要求掌握100%的股权。好，杨晨，我看好你。不对，现在应该叫你杨董。以后我会协助监督你的管理行为，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一定会愉快的，你们尽快办理，把股权转让到我名下。另外，让他们银行再借给我10亿。什么玩意？就再借10个亿？你觉得可能吗？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个人是个穷鬼，四海集团所有资产全都被冻结，流动资金被转移或者银行划扣，账上1毛钱都没有。我怎么带领四海集团走出困境？靠谱烧香拜佛，还是靠做梦啊？对你们来说，只是再拿出10亿而已。如果成功了，就能解决3万亿的债务问题；如果失败了，也不在乎再多这10亿坏账，不是吗？给你们1天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我先回去睡个觉了。
杨晨刚刚回到自己的出租房，就收到了房东的催缴通知，还有各种水电煤气缴费单，一下子要1万多块，杨晨实在是拿不出来。系统发布启动任务，请宿主向各大银行再借不低于1亿启动资金，完成任务奖励四海集团各大股东和高管的违法犯罪详细资料。这系统任务来得真及时啊！刚好我要问银行借钱，真是瞌睡来了就给枕头啊！随后，杨晨回到卧室，躺在床上，打开了债主群。感谢各位老铁给我争取来的股权，不过我还缺少10个亿的启动资金，各位行长再帮我一把，每家贷款2个亿给我，我也好尽快赚钱还给大家。老弟，你怎么敢开口的？一开口就是每家2个亿，你觉着可能吗？你把我们当什么了？冤大头也不能这么冤啊！再借给你2亿，我这行长还做不做了？我今天敢批条子，就得被带走。你这哪是借钱啊？你这分明是要把我送进去啊！老弟，我们为了让你得到这67%的股权，都是费尽心思了，你不能一到手就来坑我们啊！各位行长这么说就不对了，我是拿着你们的钱赚钱换给你们，我又捞不到1分钱，那我能怎么办？账上1毛钱都没有，我特喵怎么复工复产？其他债主说说看，我的要求过分吗？我觉得杨晨说的没毛病，你们把四海集团仅剩的1点资金全都划扣了，他现在1点钱都没有，神仙来了也玩不转啊！道理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我就一句话，如果你们不借这个钱，我立刻更换合作银行。张行长，我们集团每年在你们那儿的流水至少有500亿，你也不想这500亿流水没了吧？随后，杨晨笑呵呵关手机睡觉。自有大儒为我辩经，一觉醒来应该就会有结果了。杨董，我现在带几家银行的行长去见你，贷款的事情我们见面聊。行啊，你们过来吧。还有，我现在没钱交房租和水电费，等会你过来的时候帮我缴清这些费用。另外，王四海被查封的别墅啥的，给我一套住吧，不能光让我背上他的债务，一点他的生活不给我享受吧。我也是看出来了，你也是真困难啊！现在你说什么都行，咱们以结果论英雄，别墅我给你安排，等会我们就过去找你。随后，杨晨刚挂断电话，敲门声就传了过来。小伙，半年了，房租啥的是不是该交了？今天你要么结清所有费用，要么卷铺盖走人。大姐，你等一会再来，市总领会过来帮我交钱。你是不是觉得我看起来像傻瓜？你怎么不说是总领送你一套别墅，再给你配辆车呢？吹牛都不打草稿是吧？对啊，我应该再要一辆车才对。哟呵，说你胖，你还传起来了，那要不再给你配几个美女伺候你的起居饮食啊？对啊，这才是我该享受的生活啊！大姐，多谢你提醒，你快坐一会，等会是总领过来，一定结清所有费用。小伙子，你真的脑子有病了！算了，这房子我不租给你了，我现在就要看房子的磨损。不是大姐，你这就过分了吧？谁家住房子还没个正常磨损了？我这里就这样规矩，你要是不服，可以报勾。你的押金如果不够赔偿，你买的空调、冰箱、电视机等都不能带走，都要作为抵押赔偿。我真是给你脸了，赶紧给我滚蛋！你这种黑心房东简直就不是人。你骂谁滚蛋呢？你骂谁黑心呢？你给我说清楚，不然今天我跟你没完！房东的大叫声引来了周围众多租客过来凑热闹，而房东的儿子也闻讯拿着一把刀子赶了过来。给我妈道歉！我叫你给我妈道歉，快点！跟我玩这套是吧？我一个从33楼走下来的人，难道还会怕你这个？你给我等着！随后，杨晨转身进入厨房，拿了把更大的菜刀走了出来。来，你以为就你会拿刀是吗？今天咱俩就单挑，活到最后的那个人才有资格叫嚣。你要是不敢，你就不是你爹亲生的。就在双方对峙不下的时候，一排车队来到了现场。这是什么情况？不会真是总领来了吧？儿子，你快把刀收起来！是总领，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你就是房东吧？是的，我就是这里的房东，欢迎市总理来做客，里面请，里面请。不用了，我是来给你的租客杨晨结清费用的。小刘，你去跟房东女士结算一下费用。王市总理，不用结算了，他们一家上来拿刀逼着我接受房屋磨损费，不光扣光了我半年的押金，还要用我买的冰箱、电视、空调做补偿。王市总理，我就想问问，咱们这里规定租房子必须保证房子原样，否则就要交磨损费，是这样吗？没有这样的规定啊！怎么，这位房东，你们还要收租客的磨损费，而且一下要扣掉半年押金？没有啊，市总理，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王市总理，像我这样的租客都是一些底层打工人，本来生活就不容易，还要被他们这些黑心房东坑钱，你不能不管啊！小刘啊，你给房管局那边打个电话，叫他们立马过来一趟。
是总理，我错了，我现在就把押金退给他，也不收这6个月的水电费啥的了。他现在立刻就能搬走，行吗？现在不是你说不收就算了，你们违规收取磨损费，我们就要依法处理。我看你们这边的房子都是后期违规加盖的。小刘，再给住建部和消防局打电话，让他们负责人都过来一趟。此时的房东如遭雷击，因为他知道这下他彻底完了。杨董，这里太乱了，不能谈事情。走吧，我带你去江城湾1号别墅去谈费用和后续问题，让小刘处理就行了，你就不用操心了。随后，杨晨便跟着市总理上了车，直奔江城湾1号别墅区。市政府方面理解你的困境，没有启动资金确实做不了事，但是你想要10个亿的贷款也不可能，没人敢批给你这么多。经过我和各大行长商量一致决定，5家银行每家给你2000万贷款，总计1亿贷款给你用，这已经是最大限度帮你了。你同不同意也都只有这些了。行吧，其实给我多少我都能接受，只是我本钱多就赚得多，本钱少赚的就少。1亿也可以了，至少得让我们先看看你的能力，其他的以后都好说。不过各家银行也有条件，不能随便就给你1亿去挥霍，所以每家银行会派1个投资顾问跟着你，协助你进行投资活动，这个没问题吧？我理解你们的意思，我可以接受投资顾问，但是我只参考他们的意见，最终决定权在我手中，我不可能接受别人给我做主，后果却要我来承担了。可以，这个没问题。谢谢各位的支持，王市总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随意使用这套别墅里的所有东西？没错，这套别墅里的所有东西你都有使用权。另外，别墅地下车库里还给你准备了1辆车，你也可以随意使用。好，多谢王市总理。还有一件事，麻烦王市总理帮我通知一下，明天下午3点，我要召开股东和高管会议，四海集团全体股东和部分经理级别以上的人员必须全部参加。好，我回去就帮你通知下去，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们就走了。杨晨点点头，随后在市总理他们离开后，系统提示音也随之而来。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得到了1亿贷款，系统奖励宿主四海集团主要股东和经理级以上高管的所有违法犯罪资料。虽然现在拿到了1亿的投资贷款，可是我自己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不行，我得先让他们给我转点钱吃饭。各位债主大大，转我50，没钱吃饭了，总不能让我饿着肚子赚钱还你们吧？兄弟，你怎么这么艰苦啊？刚才在你那里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杨董，你直接去滨江大饭店吃吧，随便点餐，吃完了就跟收银台报你的名字，算我请你吃了。等你赚了钱，记得优先给我结算啊。黄总，够意思，有钱了肯定优先给你结算。先不说了，那我直接去吃饭了。而在杨晨在滨江大酒店吃饭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这个人正是抛弃他的前女友。你他妈的终于现身了，我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老子为了你背上这么大一口锅，你却带着钱跑路了，你他妈良心被狗吃了吗？你怎么在这里？你少管我，我那100万呢？立刻给我交出来！那是你给我的分手补偿，我凭什么交给你？老子什么时候说那是给你的补偿了？你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带着钱就跑路了，你还好意思说？你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打我女朋友？你说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找他是要回本该属于我的钱，你在这凑什么热闹？双方谁也不让谁，眼看双方要打起来，饭店的大堂经理连忙赶了过来。王经理，怎么了？这事有话好好说。这个小瘪三打了我女朋友又打我，你让我好好说什么？特喵的，叫你们的服务员过来揍他一顿，一切后果我来承担。这位先生，欢迎来到滨江饭店用餐，但是你不能在这里打架斗殴，希望你能给王经理道个歉，我们尽量调解你们双方的矛盾，这样就不用闹到派出所了，行吗？不行。帅哥，王经理是江城建工集团的项目经理，你没必要给自己招惹麻烦。我特喵的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呢，合着就是承建一个小项目的经理。我警告你，往一边站，别耽误我向张馨月追债。小兔崽子，你跟谁说话呢？眼看双方的火药味十足，饭店经理连忙跟服务生说道：“快点让这位帅哥结账离开，要不然待会肯定要打起来了。”帅哥，你看看，这是您的账单。我不看，我不用付钱。怎么，你比别人多个什么东西啊？你凭什么不用付钱？我叫杨晨，你问问张经理，我吃饭需要给钱吗？哎呀，您就是杨总啊，我以为您还没来呢。黄总交代过了，您随便吃，不用给钱。不是张经理，他凭什么不用给钱啊？
我们黄总特意打电话交代过了，说杨总过来吃饭不用付钱，吃什么都免费，并且说杨总是我们老板的朋友。王经理，要不你就给杨总道个歉，别再多管闲事了。不是，张经理，你怎么这么墙头草啊？王经理，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能和我们黄总交朋友的人绝对不简单，你何苦给自己找麻烦呢？哼，照你这么说，我还是城建集团董事长的表弟呢。我他，你叫杨晨是吧？我倒要打听打听，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喂，哥，我被人欺负了。谁呀？特喵的，不要命了！我的弟弟也敢欺负你？没有报我的名字吗？他是滨江饭店老板黄安成的朋友，我报了你的名字，但是他不在乎，还说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理。哥，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黄安成的朋友怎么了？我高寒的弟弟还比不上他朋友吧？他叫什么名字？我查查江城有没有这号人物。他说他叫杨晨。谁？杨晨？是啊，哥，你认识他吗？有时间再给你解释吧，他为什么欺负你？随后王琦便把事情的经过全部给高寒讲述了一遍。那你不是活该吗？他找他那个不要脸的女朋友都快找疯了，那女人卷走了他100万，你现在立刻给他道歉，然后跟那个女人撇清关系，不要问为什么，照做就行了，听明白了吗？好吧，哥，我知道了。杨总，不好意思，是我的错，我现在正式跟张馨月分手，他偷你的钱你就往死里追究。既然你是高董的弟弟，那就算了吧。随后王琦转身就要离开，而此时的张馨月却慌了。大齐，你不能不管我啊！我们都同居了，你怎么能不管我呢？你他妈别乱说话，我可是给你钱了，我们最多算交易。你偷你前男友100万，你这种女人谁敢沾？我还担心你将来偷我钱跑路呢。而就在此时，不知道刚才是谁报的功，叔叔也来到了现场。刚才是谁打架？打架？没有人打架，我刚才和杨总是好久不见了，开了个玩笑而已。另外，这个女人偷了我兄弟100万，你们赶紧把她抓起来，好好调查一下，帮我兄弟追回那100万，然后送她进监狱，好好改造一下。说完，王琦便直接溜之大吉。张馨月本想跟着一起离开，但却被叔叔拦了下来。你不能走，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需要跟我们回去解释清楚。杨晨，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看在我们相恋5年的份上，别让他们把我带走，我把那100万还给你，你看行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有什么话，还是去给他们说吧。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杨晨整理了一晚上的资料，早早的来到了四海集团的会议室。你不是要开会吗？有什么事情赶紧说，别在这浪费大家的时间。你的时间不值钱，我们的时间可是很值钱的。你想走就走啊，我又没拦着你。要不是给王氏总领面子，谁会过来啊？你就不要在这狐假虎威了。你放心，这个公司根本就没人看得上你。王秘书，我看你笑得很开心啊。一朝天子一朝臣，王四海已经跑路了，你作为他的秘书，也应该退位让贤了吧？除了你之外，所有的股东和高管都支持我留任。你要是不想集团大乱，你最好别动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否则后果你可承担不起。没错，我们已经组成了股东和高管联盟。今天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和高管，你敢开除一个，剩下的人都会联手让你做不下去。你别以为只有67%的股权就可以为所欲为，这里面的水深着呢，你把握不住。是吗？那你好好看看这里面是什么。王秘书也别着急笑，你也好好看看。大家看到没有？我会法术，就这么随手一扔，夏总裁和王秘书的笑容就消失了。其他人想不想也跟夏总裁和王秘书一样？刚才还有谁笑了？举个手我看看。你装什么呢？一个背黑锅的替罪羊而已，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曹副总裁看样也不服啊。那你来看看你的这一份。曹副总裁，怎么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刚才说杨董才是四海集团的希望，我们又应该以杨董马首是瞻，一起努力让四海集团尽快走出困境。是啊，曹副总裁说的对，我们以后一切都听杨董的。是吗？我怎么记得刚才你不是这个态度啊？就在这时，四海集团楼下传来了一阵鸣笛声，大约有10几辆警车停在了四海集团楼下。不用担心，是我报的勾。你们每个人做过什么事，我这里都有证据。他们上来之前，能让我看到忠诚的人，可以不用被抓走。杨董，我以后为您马首是瞻，您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绝对没有二话。杨董，你就是我亲爹，
以前是王四海那个王八蛋管理无方，我才会做一些糊涂事。我保证把所有的违法所得全都交给杨董处理，求杨董给我一个机会。杨董，我也把所有违法所得上交，你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后我就是你的狗，你让我咬谁我就咬谁。求杨董给我一个机会，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很好，其他人的忠诚我全都看到了，但是总裁夏玉良、秘书王松、副总裁曹康，你们3个的忠诚我看不到，那你们3个就去跟叔叔说吧。爷，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知道错了，我主动辞职，上交所有违法所得，我只求杨董能给我一个机会。随后，王松和曹康也跟着纷纷下跪，因为他们自己非常清楚自己这些年干了什么。如果真的被衙门抓走，他们起步就是20年以上的刑期。你们3个还是跟法官求情吧，如果他们愿意宽恕你们，那就算你们幸运；如果他们不愿意宽恕你们，那就是你们罪有应得。就在这时，楼下的锦衣卫也已经来到了楼上，带头的人是支队陈乐。杨董，你叫我带这么多人过来，到底是要做什么？陈队长，你看看这些就知道了。杨董，你怎么会有这些资料？这么多人指望我挽救四海集团，你猜我想搞到这些资料，他们会不会帮我？怪不得四海集团能负债3万亿，你们这些高管、股东都是打助冲，贪污的金额都以10亿计算，四海集团能不负债3万亿吗？带走，全都带走。又不是老子一个人贪污，上上下下各个部门负责人都在贪污，要抓就全部抓走，凭什么只抓我们？没错，要抓就全部抓走，不然我们不服。其他人问题都不大，只要他们认错态度好，并且把贪污的钱退回公司，我就可以去相关部门求情，网开一面。至于你们3个，贪污金额巨大，还不知悔改，必须严惩。陈队长，你就带他们3个人回去吧，其他人的问题我会亲自向王石总理汇报解释。可以，但是你要让王石总理亲自给我们负责人打电话说明，不然被人投诉了，我们也不好解释。这个是自然，放心吧。随后，锦衣卫便带着他们3人离开，剩下的股东也是纷纷来到杨晨面前，继续表达忠诚。杨晨将公司所有的事情处理完，并且向王石总领汇报情况之后，感觉身心疲惫，随即便来到了梦龙酒吧，准备放松一下。他之所以选择这家酒吧，是因为王四海之前经常来这家酒吧，而且每次都会开很贵的酒，然后挂账到公司账上。杨晨也有样学样，以办公名义挂账，反正也不差这点啤酒钱。很快到了酒吧驻场歌手登台表演的时间，杨晨一眼就认出来，台上的歌手叫陈曦，是他的中专同学。陈小姐，我们张总想点一首8连杀，要带感情和肢体动作，只要你唱得好，张总管就赏给你10万块钱，说到做到。不好意思，我不会唱这首歌。不会唱，你出来唱什么歌？还不如早点回家嫁人生孩子呢。张总，我就一个女孩子，出来讨一口饭吃，你一个那么大的老板，何必为难我呢？特喵的，你这话什么意思？说我欺负你？我哪里欺负你了？我点歌是照顾你生意，你不怪自己业务不精，反而说我欺负你。你能唱就给我好好唱，不能搞就滚蛋，别在这站着茅坑不拉屎。眼看场面即将不受控制，这时酒吧的经理连忙赶了过来。张总，对不起，是我管理不到位，您消气，先回去坐着，我让他马上给您道歉。随后酒吧经理便拉着陈曦道，一边了解情况。他是我上一份工作的老板，因为我不接受他的潜规则，从他那边辞了职，所以才过来唱歌赚点生活费。他这就明显是过来找我麻烦的。酒吧方面不是应该保护我吗？为什么还是帮着他欺负我？让我去给他道歉。你要搞清楚状况，我们是开门做生意，想要赚钱当然是服务好客人。我不管你俩有什么私人恩怨，你既然在这里唱歌，就必须遵守这里的规矩，立刻过去给张总道歉，没有商量的余地。听到这里，陈曦也只能是低下头，忍着情绪去给张磊道歉。你不是清高吗？你别过来道歉啊！你有本事就走啊！我还以为你真的是个真烈女呢。虽然陈曦是自己的同学，但是和自己并没有什么交情。杨晨准备看看热闹就行了，并没有打算去解救陈曦。就在这时，酒吧老板刘辉来到了杨晨面前。杨董，果然是你啊！怎么就喝啤酒啊？王四海在我这还存了不少好酒，我叫服务员给您送来。不用，喝2瓶啤酒就行了。你是来处理麻烦的？不来不行了，每天都要处理好多事情。那个看上去很拽的胖子是谁啊？他叫张磊，是长汇汽贸公司滨江店的经理。长汇集团的主营业务有2项，一个是和四海集团有合作的地产，一个是汽车销售。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走到了张磊的面前。张磊，你是不是喝多了？喝多了就回家休息，别在这丢人现眼。对不起，我马上回家睡觉，实在是对不起。随后，张磊立刻带着自己的跟班灰溜溜的离开了。
陈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多谢相助，感激不尽。不用谢，我应该向你表达歉意才对。张磊是我们长汇集团的分公司经理，他做出这种事情，我们也很惭愧。我叫孙连胜，是长汇集团总裁，我爸是董事长孙长英。孙总好，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帮我赶走他。那我就不打扰孙总的雅兴了，祝您玩得开心。陈小姐，稍等一下，你现在应该需要一份正经的工作吧？我需要一个助手，如果陈小姐不嫌弃，可以来试试。听到这里，陈曦也来了兴趣，毕竟他可是正经大学的毕业生，一直在酒吧当驻场也不是长久之计，毕竟还是要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就在这时，酒吧老板刘辉走了过来。孙总你好，欢迎光临梦龙酒吧，我是这里的老板刘辉。随后孙连胜也礼貌性的点了点头，接着刘辉又继续说道：孙总，那位您是不是不认识？随后孙连胜朝着刘辉手指的方向连忙摇头，但此时的陈曦却愣住了。是他，终于又见到他了。他是不是已经记不起我是谁了？要不然当年他这么喜欢我，刚才的事情他不会坐视不管吧？他就是四海集团新任的大股东和董事长杨晨先生。四海集团董事长，最大的股东，这才几年没见，他变化怎么这么大？莫非刚才并不是因为他不记得我了，只是感觉他现在贵为集团董事长，而我在这里唱歌和我聊天会降低他的身份吧？孙连胜见到陈曦对杨晨的身份如此吃惊，怕他对杨晨起了好感，那样的话张磊刚才配合他演的一出英雄就美就白演了，于是便走到了杨晨面前。你就是杨晨啊，我还想明天去四海集团找你呢。既然今晚遇到了，那我们就好好谈谈滨江花园城的项目到底怎么解决吧。我们打算砸下300亿现金，结果却被四海集团搞砸了。你知道这对我们损失有多大吗？因为这个项目，我们公司其他的好几个项目都延期和烂尾了。杨晨看到对方态度如此强硬，也直接没给对方好脸的回怼了过去。你跟我叫个忙，责任又不在我身上，我想你搞清楚状况。我现在接受这个烂摊子是在拯救你们，你特喵的态度给我放好点，明白吗？看到杨晨这么横，顿时孙连胜也有些手足无措。不是你这么嚣张的吗？你现在接收了四海集团，你就该承担责任啊！我拿300亿出来跟你们四海集团玩，你们把项目搞砸了，现在还骂我，你特喵的当自己是谁呢？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按照合同来，要么你把300亿还给我们，项目全部交给四海集团处理，要么四海集团立刻兑现承诺，出资200亿，保证项目如期交付，能听懂吗？出资是不可能出资的，这个项目暂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至于还钱，更不可能还钱了，凭本事忽悠来的钱，我为什么要还？检测到宿主拒绝还钱给长汇集团，系统奖励宿主做空必成技能，凡是被宿主选择做空的股票，股价会一直下跌，如果宿主不及时结束做空，股价会跌倒退市。这个技能牛，看哪家公司不爽就直接做空到它退市。现在有了逢买必涨和做空必成，我以后在股市还不横着走。你真是无赖，我要告你，我明天就去江城告你。去呗，随便你告，我要是怂一下，就算我输。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家休息了。刘总，再见。好的，杨董，您慢走，路上注意安全。哥们，跟刘总学学，我有钱也是优先偿还刘总这样态度好的债主。你这种不懂事的货色，永远排最后。不是，现在负债的都这么嚣张了吗？随后，杨晨路过陈曦的身边，这次他礼貌性的打了招呼。晨曦，好久不见，没想到会在这里与你重逢。你比以前更漂亮，更成熟了。原来他还记得我，那他刚才不帮我是为什么？难道真的是他觉得我的身份会给他丢脸？也是，人家现在是大集团董事长。不对啊，四海集团不是暴雷了吗？他做四海集团董事长，岂不是要承担3万亿债务吗？怎么不认识老同学了？不是，当然记得老同学了，只是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久别重逢，要不一起吃点饭？算了，改天吧，我要回家睡觉了，明天还要早起去公司办事情呢。陈小姐，你别被他给骗了，四海集团负债3万亿，他不过是个背锅侠而已，根本没有实权，也没有财富。四海集团坑了我们300亿，我正向他追债呢。怎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你现在恐怕在这里开一瓶黑桃 A 的钱都不够了吧？没错，不过坏消息是我没钱开黑桃 A， 好消息是我开黑桃不要钱。你把自己当什么了？你还想白吃白喝？刘总，开一瓶黑桃 A 送给孙总，算我请他喝了。好的，杨董，我马上就安排。另外，刘总，我要付钱吗？不用，杨董开酒不要钱。你就惯着他吧，为什么不跟他要钱？四海集团已经欠你们那么多钱了，你还给他免费？只要他将来有钱了，能优先还我就行了。有他在，这些债务就有希望偿还。没有他，四海集团破产清算也轮不到赔偿我。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他免费？怎么，是不是颠覆你三观了？没事，待会喝瓶酒压压惊就好了。孙总，
现在要打开吗？开什么开？赶紧给我拿走，老子不稀罕。对了，你还没给我联系方式，怎么改天吃饭啊？不好意思，陈小姐，是我的疏忽，这是我的名片，请陈小姐汇存。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要你的联系方式，我说的是杨晨没给我留联系方式，不好意思，我要下班了，谢谢你帮我解围，有机会我会还你人情的。随后，就在杨晨在门外等代驾的时候，晨曦在身后轻轻走了出来。杨晨，我们又见面了。是啊，好巧，你下班了吗？你这些年都在干什么啊？同学群也不加一个，从来没有你的消息。没想到现在你都成了四海集团的董事长了。别提了，吃了没文化的亏，被人算计了。我现在成了负债3万亿的背锅侠。虽然孙连胜恶心人，但是他说的很对，我就是替罪羊，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只能刷脸到处蹭吃蹭喝。妈呀，3万亿啊！我过年去给我姥爷上坟，我都不敢烧这么多钱，生怕给地府烧的通货膨胀了。这些你先拿着，虽然不多，最起码够自己吃饭的，算我借你的，等你有钱了再还我就行。杨晨看着递过来的钱，没有好意思伸手，但晨曦却很直接的将钱塞进了杨晨的兜里。谢谢你，我记得你当时考上了江城财经大学，怎么会在这里唱歌呢？随后，晨曦叹了一口气，将自己被张磊欺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现在本科大学生不值钱了，我又学的文秘专业，实在是不好找满意的工作。但是我得吃饭活下去，只能来驻唱赚钱应付一下，慢慢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就在这时，杨晨叫的代驾也来到了。老板你好，是你叫的代驾吗？是的，这就是我的车。老板，不好意思，你换个代驾吧，你这车我可不敢开，我上有老下有小，赚点辛苦钱不容易，这要是磕一下碰一下，我就得卖房了，抱歉，耽误您时间了。随后代驾像下定了某种决心，头也不回的走掉了。这怎么还骑着开劳斯莱斯的呢？看来我还是得努力买一辆比亚迪才行。我也不敢开，你就是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放心，你就是把它撞报废了，我也不让你赔偿。当初就是因为这辆车，才害得我成了接盘侠。走，上车，我给你讲讲我成为接盘侠的过程。随后晨曦一直将杨晨送到家，然后自己又打车离开。时间来到第二天，杨晨来到了公司。杨董，刚才来了几位银行的投资顾问来找您，我把他们安排到了休息室。你去把他们叫出来吧，跟我去理财部。另外，通知人事部给我招聘一个秘书。好的，杨董。随后，杨晨带着几位投资顾问来到了理财部。陈超，你现在给我找出跌幅前10名的股票，展示出来我看看。好的，杨董，现在这些就是跌幅前10名的股票了。随后，杨晨看了看股市，随后选择了2只跌得最多的股。把公司的1亿资金分成2份，分开买入跌得最多的股票。怎么？全都看着我干什么？难道我选的这2只股票不好？它俩都只有8毛，今天大盘表现这么好，它俩还能跌20个点，这说明什么？说明它们上涨空间大。这要是能涨停，一天就是40个点的利润，后期要是能涨到8块，那就是10倍啊！可是杨董，这2只股票都有退市的风险，所以才会一直跌停。我们把1亿砸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这1亿不光是四海集团投资理财的希望，更是您的希望。杨董还是谨慎些为好啊！那你不早说，快，赶紧买，赶紧买！如果退市了，那就买不到了。听到杨晨说的话，各大银行的投资顾问都一脸懵，他们都是各银行的投资精英，最低也是985高校的高材生，他们研究了这么久的股票，还是第一次听到退市了就买不到了这么炸裂的话。可是杨董，退市的股票买了就很难出手，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一旦买中退市的股票就完了。好不容易上市，怎么可能这么容易退市啊？你别诅咒人家上市公司，快点买入！在杨晨的坚持下，陈超无奈地将这2只股票买下。杨董，现在这2只股已经买入了，龙国新煤总计买入6030万股，华深煤矿总计买入6005万股。干得漂亮！行了，今天的工作就在这里了，下班吧。杨董，是您下班，还是我们都下班？你们现在还有事情做吗？杨董，现在我们投资理财部门全停了，我们无事可做。那不就完了？没事做就下班，没必要演给谁看。下班，全都下班。多谢杨董。随后当天，市总领的办公室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投诉电话。市总领，完蛋了！杨晨这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他居然把我们冒着风险给他的1个亿，全都拿去买了退市股。市总领，你现在可要帮我们啊，不然总行那边肯定不会给我们好果子吃啊！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别激动，我现在就给杨晨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出大事了！怎么了，市总领？我能帮到你什么吗？
杨晨说要尝试带领四海集团走出困境，我们就凑了1亿启动资金，结果他拿这1亿资金去买退市股，这不是害死我们了吗？你看，我就说他就是个废物吧，他根本就是想借着这3万亿债务威胁你们对他好，等他享受过了，拉着你们一起去死，这还等什么啊？不赶紧爆沟把他抓起来！杨晨，你现在来我这里一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我下班回家了，有什么事情尽量电话里说吧。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呢？你扪心自问，我们对你还不够好吗？怎么能拉我们垫背呢？王氏总理，这话从何说起？我们让那几家冒险给你凑了1亿资金，我们也没抱希望你一定可以挽救四海集团，但是我也没想到你会直接把这1亿全买退市股。王氏总理，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你放1万的心，我比你更加珍惜这次机会，我怎么可能真的把这1亿资金扔水里啊？王氏总理，你静静的等结果就行了。杨晨，你能不能别吹牛了？你自己想死就死远点，别连累别人了。你现在就来王氏总理这里，我们之间的矛盾今天必须解决。我乐得去，孙总还真去告状了。好，你等着，你爹我马上到。我是你爹，你赶紧过来，你看老子打不打你？很快，杨晨便开车直接来到了总理办公室。他妈的，你个杂碎终于来了！我说，没等孙连胜招呼完杨晨，杨晨便直接拿着旁边的花盆砸了过去。随后，杨晨又打算冲上去教训孙连胜，但却被市总理拦住。你干什么呀？别动手啊！孙总，你怎么样？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你他喵的找死！我要弄死你！来，弄死我！你今天不把我弄死，你就不是孙长英生的。你们2个人都别冲动，有话好好说，大家解决不了问题的。好，这里是江城，你们都偏袒他，我报告，我就不信这里还不讲法律了。张嘴闭嘴，大吵大叫，我以为你真有什么能耐呢，不过是个纸老虎罢了。我在听到你跟我讲话的时候带脏话，我还会砸你脑袋，记住了没？你他喵的吓唬谁呢？老子就骂你了，怎么着？还嘴硬是吧？你看我今天能不能打死你？杨晨，够了，别再动手了。你应该让他别骂人才对，是他先骂我，我才动手。你要搞清楚责任顺序。很快，鼠鼠便直接来到了王市长办公室。鼠鼠，他殴打我，把我脑袋打破了，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随后，鼠鼠便开始进入双方询问流程。就在这时，王市总理电话再次响起了。李行长，你就别催了，出大事了，我已经够烦的了，你就别再给我添堵了，行吗？王氏总理，我是想告诉你，杨晨买的那2只股票从跌停到涨停了，一下子就获得了40%的收益，他竟然蒙对了。什么40%收益？那岂不是说现在已经4000万到手了？是啊，1个小时不到，4000万到手，而且我打听了一下，是因为当地要对这2家公司进行合并，并且依次为标杆进行煤炭行业大整合，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煤炭行业股票都会涨起来，而且这2家公司会成为双龙头，翻个几倍不是问题啊！这也太离谱了，这小子是真有点东西啊！那我知道了，就先挂了吧，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处理。杨晨，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非池中之物，我看人真准啊！王氏总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要保他吧？他买的那2只退市股从跌停到涨停，1个小时不到就赚了4000万，要不是银行那边拖了他的后腿，他赚的会更多。他现在承担着解决四海集团债务的重担和希望。你今天不是也是想来解决滨江花园项目的问题吗？如果他赚到很多钱，这个项目不就能复工了吗？你说对不对？我不信，蒙的，这绝对是蒙的。他一个职专学历的人，怎么可能看得懂股票？要么就是他听到了一些内幕消息，而且内幕交易可是违法的。这些都不重要，即便是蒙的，他也确确实实赚到钱了。我的意思是，他打你这件事情就算了吧，不能真把他拘留了。他要是真拘留了，一天要损失多少钱啊？你说对不对？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我脑袋都被他打开花了。你要我算了，这要是算了，我孙连胜以后还怎么出来混？我还有脸吗？不可能，我一定要让他坐牢。耶稣来了都保不住他，我说的。就在这时，杨晨的手机开始响。杨董，您可真厉害！我们国新煤和华省煤矿一天40个点的收益，赚发了呀！真后悔没给杨董10个亿贷款啊！杨董，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再过去签一个贷款合同，我们几家凑齐10个亿给你去操作。按照这个赚钱速度，不出3年，四海集团债务一定能解决。各位行长多给点资金呀，资金越多，杨董赚钱就越快，我们都能早点拿到钱啊！
长汇集团公子骂我，我刚把他打了，他现在要送我去坐牢。我现在要跟叔叔去衙门办下手续。这是我给大家发的最后一条消息，拜拜了各位，我赚的那些钱你们拿去分了吧。看到这一消息，群里立刻炸了锅，债主纷纷问杨晨是怎么回事。可此时的杨晨根本无法回复消息，因为他现在已经到了衙门。他骂人最多给你道歉就行了，可是你现在打人是犯法的，是要坐牢的。无所谓，包吃包住，生活规律不是挺好的吗？如果有人捞我，你就告诉他们不用捞，我就想被拘留，也没啥好说的了。反正我就是打了孙连胜，你们带他去验伤吧，我不接受调解。不是，怎么我看着你把人打伤了，好像还是对方的过错呢？你还不接受调解，不要人捞你。真男人就是这么自信。马上到饭点了，告诉厨房我想吃鱼了。你当这里是餐厅呢？你还点上菜了，等会开饭了，我给你打一份盒饭对付一下就不错了。很快，孙连胜的验伤结果出来了，叔叔也将两人带到一起进行调解。你们两个人好好说话，我们按照惯例调解。不用调解，我不接受调解，我就要他坐牢。你现在有多嚣张，后面就有多狼狈。我等着你爸带着你来求我出去。你做梦呢？还想让我求你出去？你就好好坐牢吧。话音刚落，孙连胜的手机便响了起来。儿子，怎么回事啊？农行、建行、商行、工行几家银行分行的行长都给我打电话，说你被四海集团董事长打了，到底怎么回事？随后，孙连胜将事情的经过全部向孙长英讲述了一遍。儿子，要不算了吧，这几家银行要求我们不要追究了，否则就让我们立刻还钱，还要冻结我们的资产，到时候我们公司可就完了。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你儿子被人打破了脑袋，你叫我算了，那我以后还怎么出来混啊？我还不了解你吗？你3句话里面有2句是脏话，我都想揍你，更何况是外人呢？你在江城丢脸，关北疆什么事？你回北疆又没人知道你被打了。爸，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啊？我就不明白了，明明他就是一个替罪羊，你们为什么一个个都这么惯着他？儿子，你就听我的，如果不谅解，我们集团可就要走四海集团的后尘了。听到这里，孙连胜生气地挂掉电话，刚好各大银行的债主也走进了调解室。孙总，消消气，晚上我请客，咱们出去吃喝玩乐。杨董不能被拘留，更不能坐牢，他的时间太宝贵了，一天都不能耽误。没错没错，你过来本来就是解决和四海集团合作的滨江花园项目问题的。杨董的赚钱能力已经初步展现，解决问题的希望有了。你现在追究他的责任，你们家那300亿的投资就打水漂了。各大银行迁怒于你，向长汇集团追债，长汇就会成为下一个四海集团。3万亿的债务，这么多债主，你扛不住后果的，谅解吧，我承担医药费，行吗？坑猫的，你们把我孙连胜当什么了？你们说算了就算了，说谅解就谅解啊！孙总，年轻人要听劝，现在给你台阶就下来，大家面子上都好看。如果不听劝的话，后果自负。怎么，我就不谅解？你们能把我怎么样？还想禁锢我人身自由不成？那不能，既然如此，你毁灭我们刚刚燃起来的希望，那我们就不能让你好过。各位行长，直接跟总行汇报吧，要求总行向长汇集团追债施压。随后，各大银行的行长便直接向各自的总行打电话，要求总行进行施压。很快，孙连胜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儿子，你怎么不听劝呢？事情现在搞大了，几家银行同时向我们追债，不还钱就冻结我们资产。我现在就在去机场的路上，3个小时后我会到达江城。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要说，等我过去处理。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明明都是债主，却都成了孙子，就连亲爹也这样，实在是太欺负人了。孙公子，现在看看你家公司的股价吧，已经跌了60%了。现在全网都在传你们公司被银行讨债，年轻人不听劝，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会在乎吗？谁家公司股票没有跌停过啊？没见过世面，大惊小怪。随后，各大银行行长再也不跟他废话，转头到调解室外等候。很快3个小时过去，孙长英匆匆忙忙来到了现场。儿子，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立刻签了谅解书。这件事情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老爸在电话里也给你说明了现在的情况，你这么大的人也懂道理，什么都别说了，去签字。签完字，我和你咱俩亲自去请他。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替罪羊，这么多人都帮他。什么都别说了，快去。随后，孙连胜签完字后，两人来到了杨晨面前。看到杨晨正翘2郎腿坐在凳子上，孙连胜就更生气了。杨董你好，我是长汇集团董事长孙长英，幸会幸会。孙董好，那我们聊聊滨江花园城的问题吧。杨董您说。四海集团现在的情况你们也清楚，我这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还债，更没钱去复工复产，这个项目只能一直烂尾下去。但这么多债我都扛了，再多一点我也不怕，就当是给孙公子的补偿。你们将长汇集团占有的项目股份打8折卖给四海集团，这样你们的投资就变成了债务，我赚点钱就慢慢换给你们点，这样总比全部打水漂的好。孙董你觉得呢？
8折，一下子就少了60亿，你想什么呢？我们不可能答应。怎么，长汇集团现在是孙董做主，还是孙总做主？我爸也不能同意。可以，我同意。爸，你是不是疯了？300亿投资收回来240亿，而且还耽误了2年时间，这笔账你是怎么算的？你懂个屁！如果这些当投资，可能血本无归；如果成为四海集团的债，还有收回来的可能。不过，杨董，我有个条件，我希望杨董赚到钱之后，能优先偿还这240亿，我就当投资失败，亏的部分我也认了。孙董，关于这个问题，我无权答应，因为外面那些各大银行都盯着呢。但凡我说现场还你，他们肯定直接冻结所有四海集团的资金，并且划走优先还他们的债务。检测到系统拒绝长汇集团的要求，奖励宿主一条烂尾楼消息。保利地产和万科地产为了保证自家的楼盘和销量，决定联手接盘尾成烂尾盘，宿主可以放心捡漏。这下好了，又有新的项目可以搞了，不过必须要向各大银行再要10个亿来接盘才行。好了，反正方案我已经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决定。我要说的事情也说完了，我们走吧。随后，杨晨走出来的一瞬间，各大行长都毕恭毕敬的为了上去，并且为了给杨晨接风洗尘，已经给他安排好了饭局。杨晨也借此机会向银行提出了再要10亿的想法，但这次银行已经看到了杨晨赚钱的速度，便很爽快的答应了下来，并且免除了利息。时间来到第2天，杨晨刚刚来到公司，5家银行的投资顾问便来到了杨晨面前。杨董，您运气真好。炒股本来就是靠运气，专业技术要是真有用，每个人都能把股市当提款机了。杨董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每个人的运气都是有限的，没人能一直运气好，所以该学的技术还是要学的。我们行长说了，如果杨董允许，我一天24小时跟着杨董，希望我可以教杨董一些专业性知识。此时，其他4家银行的投资顾问纷纷也表达自己同样愿意24小时跟着。那我有困难，你们会帮我吗？好，那你们就跟着我吧，马上开盘了，我们开工。随后，杨晨再次带着5位大美女来到投资部。杨董，您真是太厉害了，慧眼如炬，一下就挑中2个重组股，咱们这一笔投资至少能有5倍收益。基操56，但是这笔投资我们不要贪心，股价上涨3块就出货，并且融券做空，能做空多少就做空多少。杨董，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各家投行和机构都预测停牌之前能涨到10块，我们对这个股价打个5折，也能等股价来到5块的时候逐步出货啊。这2个是美改龙头股，肯定会很多资金炒作，您在最低点买到它们，为什么不多赚一点呢？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重组失败了呢？不可能，昨晚西山省委员会已经发布了通知，支持煤炭行业并购重组。想当年龙国北车和龙国南车合并，造就了多少富豪啊！杨晨思想还是非常超前的，还是觉得人类应该发展新能源，煤炭这种不应该大力大战，所以杨晨想把做空必成用在那2只煤炭股票上，这样他就可以吃一波上涨的收益，再吃一波下跌的收益，赚个5倍就行了。这个没法跟你们说，总之我研究了1晚上之后，认定这2家公司不可能重组成功。杨董，您昨天不是跟几位行长一块去吃饭了吗？您跟谁研究1晚上啊？我觉得杨董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他不可能冲着亏钱去投资。开盘了，龙国新煤和华晨新煤涨停了，封单都有10亿股以上，很稳。几位行长又给了我们10亿资金，我们想办法花出来。陈超，你继续把现在跌得最凶的股票展示出来，我看看。杨董，您该不会还想买跌停的股票吧？杨董，您不可能每次运气都这么好，股票可不是这么玩的。我们几家银行凑了10亿给您，您要是还这么玩，明天开盘再下跌5%，您这2天的收益可就全都没了。没错，您能买中那2只重组股，肯定是传说中的新手大礼包。您不能把这个当成日常操作方法啊！算我们求您了，咱们好好买，行吗？你们也算是在尽忠职守，我不怪你们，但是我听你们的命令，我也不愿意。要不我们打个赌，如果我们买了之后又涨停了，你们就回去带上个人物品，搬去别墅，我们一起住。晚上每个人挑个5给我看看。如果我买了之后股价还是封死跌停到下午收盘，从今以后我听你们的命令操作，这样如何？赶紧做决定啊！你们可就错失一个能拿捏我的机会了。随后各家银行商议后，都感觉杨晨完全只是运气好，但是不可能一直运气好，于是决定跟他赌一把。好，我们就跟你打这个赌。很好，到时候可别哭鼻子。陈超，转入3个亿进证券账户，分成6份，买入跌幅榜的1到6名，各买入5000万。好的，杨董。
随后买完半个小时后，被杨晨选中的6只股票全部涨停，众人直接惊呆在现场。杨董，您这实在是太厉害了，6只股票全部涨停。杨董是不是提前收到消息了？气死个人了，感觉我学的专业知识都完全没用了。龙信国安被股东申请破产重组了，而且杨妈还批准了。他运气怎么就这么好呢？为什么每次都能提前知道这些消息呢？他明明就坐在我们面前，而且直接锁定跌得最凶的6只股票。按道理来说，应该不存在提前做工作或者大听内幕消息的可能啊。行了，陈超，收工下班。杨董，要不你踹我2脚吧，要不然这一天半小时就下班，我工资拿的有点不踏实。现在没事做，早点下班就行了。等投资部恢复正常，你们加班的日子多着呢。对了，明天放假1天，明天我有其他事情做，你们也别来了。那我安排几个人值班，万一破板或者下跌了，我们也好及时出货。完全不用，我不出货，股价就只能一直涨，你们放心休息就行了。你怎么这么自信？你不出货，股价就会一直涨啊？想知道晚上穿上黑丝跳的让我满意，我就告诉你为什么。另外，你们都回家收拾东西去吧，多买点黑丝，白丝其实也行，我个人审美比较广泛，都能欣赏得来。这世上怎么会有运气这么好的人啊？那我们怎么办啊？真要搬去跟他住，还要跳舞给他看吗？那不然怎么办？我们都已经输了。我们这算不算亲自把自己推火坑里了？杨董，我们接受你的方案，我们投资的300亿资金打8折给你们四海集团，但是我们需要一个补充协议，如果四海集团倒闭清算，这个项目的全部份额抵债给我们，行吗？可以，你过来签协议吧。行，那我现在就去贵公司签订协议。孙董，恭喜贵公司脱离苦海啊！我脱离个屁！你们四海集团什么时候能还债还不知道呢？你就好好经营四海集团赚钱吧，早点把这240亿还给我们。此时的孙连胜现在终于明白那些债主为什么都惯着杨晨了，因为他现在也非常希望杨晨能赶快赚到钱还给他们。一定，那我就不送孙董了，慢走。晚上8点，杨晨约好了晨曦在梦龙酒吧门口见了面，因为杨晨想要把晨曦借给他的钱尽快还给他。其实你不用这么快还给我，我唱歌是日结，能养活自己，你留着吃饭吧。你是个男人，身上没钱不行的。谢谢你的好意，我今天预支了工资，够我吃饭了。你进去吧，我就不耽误你工作了。对了，我看到四海集团的招聘信息在招董事长秘书，那个是给你招聘秘书吗？是的，我现在急需一个秘书，怎么，你有兴趣？我确实有想法，我想做你秘书，但是我怕做不好。没什么难的，平时就是给我泡杯茶，接听电话啥的，做好我吩咐的工作就行。你如果感兴趣的话，明天直接来找我上班就行了。那我直接就录取了。本来就很简单，没什么工作内容，你回去工作吧，我去吃点饭，明天直接到我别墅来找我就行了。时间来到第2天，杨晨带着5家银行的顾问和晨曦来到了伟成售楼处。杨董，我们来这里干什么？你这话问的，来楼盘当然是买房子了，还能干什么？买房子。不是，我亲爱的杨董，您确定没有说错吗？伟成可是烂尾楼啊。我这么大的人了，要买房子还能搞错楼盘吗？杨董，你不会是要拿我们几家银行给您的10个亿去买吧？给你点赞，恭喜你猜对了。我反对，虽然我知道你可能不接受我的意见，但是我还是要明确表示反对。其他几家银行顾问也纷纷表达不同意，并且向各自的行长打去了电话。反正我投资都是拼运气，感觉来了就买，你们可以表达反对意见，不过最后还是我自己做决定。我感觉杨董敢这么玩，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们默默支持就行了。赚了钱，他肯定会给我们更好的福利；亏了钱，他也不会让我们承担责任。哎呀，不愧是我挑中的秘书，实在是深得我心。等会就去帮你搬家，你也搬到我的别墅里来住。好的，多谢杨董。杨董啊，你这股票玩得好好的，怎么不玩了呢？我们凑钱给你是让你去股市大展身手的。股市赚钱太慢了，我想赚一波快钱。啥玩意？你跟我讲你买烂尾楼是为了赚快钱，你可真是活该啊！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周转周期长，你把这些钱砸进去都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本。四海集团都这么多烂尾楼了，你偏偏还要去别的公司买烂尾楼，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我的好蛋儿，你别着急，你要是知道为什么，你也能赚到钱了。我们不要看过程，说好的结果论英雄嘛。随后杨晨直接挂断电话，并且在群里向各大行长回复了消息。各位行长不要紧张，我有预感这笔投资一定会暴赚。杨董，你再考虑考虑吧，魏城真没救了。我跟相关部门都打听过了，没有任何头绪。那7个亿买股票拼运气多好啊，何必扔进去买烂尾楼呢？不是，什么意思？杨董，你要买伟城那个烂尾楼，你这是在做慈善吧？杨董，你要是真想做慈善，买我们城投开发的月湖天地吧，未来升值空间很大，我保证质量且如期交房，没必要去便宜伟城了。杨董，你看我们刚燃起来一点希望，你别又给浇灭了啊！我早上经过伟城那个楼盘的时候，我看业主正在维权呢，他们想逃都逃不掉，你还赶着往里面跳啊！随后杨晨并没有再说什么，他始终坚持以结果论英雄，毅然决然地走进了伟城的售楼处。这位老总，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您如果维权的话，先在外面等一下，我们会给你们答复的。我是来买房子的。不是，您刚才说什么？买房子？是啊，怎么了？你们这边不卖房子吗？不卖的话，那我走了。卖，这位老总，这边请，我们进去谈。周总，我看外面这么多维权的，你们楼盘好像害人不浅啊。没办法，地产行业进入寒冬，大家都不好过。所以我今天来买房子，救你们于水火。我直接买7个亿的房子，你们5折卖给我，你看怎么样？什么5折？不是，杨董，咱们都是做生意的，你不能趁火打劫。我可不是趁火打劫，我是在帮你们。现在除了我愿意拿出7个亿帮你们，还有谁愿意帮你们？做生意不就是这样吗？有时候就差那么几个亿就能周转过来，公司就能运营下去。没有这几个亿，公司就只能等着破产清算。反正这些钱我肯定是要扔出去的。你如果不要，我就去隔壁保利和万科看看。别，杨董稍安勿躁。这样，我打个电话给董事长请示一下，您看行吗？随后，周文昌转头就给自己董事长李长青打去了电话，将杨晨带着7个亿来买房子的事情讲述了一遍。什么？你没骗我吧？确定是四海集团的那个背锅侠杨晨？确定，我看过名片了。再说了，他银行卡都拿过来了，是不是真的？看他能不能画账，不就知道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他要我们打5折给他，我不敢答应，所以给您打个电话请示一下。答应，必须答应啊！烂尾的盘能换来7个亿，傻子才不干呢。不过打5折确实有点狠了，你尽量还价到6折，实在不行的话再给5折。总之，他的7个亿必须留下，要是把他放走了，我饶不了你。好的，董事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杨董，您这是怎么了？我刚才看下面维权的业主要打上来了，他们别把我当成你们的托了，我怕到时候被打，那我多冤啊！你这风险太大了，我还是去隔壁买吧。别，5折，我们立刻签约。你去另外2家，他们都要加价卖给您。来，杨董，我这里合同和章子都有，我们立刻签约。行吧，我看你们2期的7栋都还没卖，反正我也是扔钱，我也不需要挑选房间什么的，你也别跟我说房间好的贵，不好的便宜了，咱们就按照1亿1栋的价格算，全部卖给我了，行吧？好，杨董爽快，那咱们就这么定了，1个亿7栋全是您的。我是真的搞不懂，杨董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才买这里的烂尾楼呢？这个盘根本没救，伟城那边负债率已经高达90%，已经完全融不到资了，注定是烂尾的项目。这7个亿恐怕是要打水漂了。现在也只能期待杨总的运气能够延续到楼市，要不然就废了。大家不要这么悲观嘛！我相信杨董不会傻乎乎的真把这7个亿扔水里，他一定是有什么内幕消息，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他不方便讲出来，才会这么坚持。你们这么担忧，打工人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没必要想这么多。还是你想得通透，我们确实就操心太多了，所以总是这么紧张兮兮的。不操心不行啊，这如果真的亏光了，行长肯定会骂我们，我们的职业生涯可能都要到头了。与此同时，伟城董事长李长青得知杨晨买房子的事情，也连忙来到了现场。大家听我说，我是伟城集团的董事长李长青，我靠着我的强大人脉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客户，他已经花了7个亿买下了我们还没有开盘的2期项目中的很多房子。你们想想，能拿出来7个亿的人会傻乎乎的买烂尾盘吗？再不济，有了这7个亿，我们公司就可以恢复正常经营。大家真的不要担心，我们肯定能复工交房。你特么放屁！当我们是傻子吗？这种话也能信？你别以为找个托过来演戏，我们就会被你们给骗回去。今天必须把事情解决了，谁来都不好使，我特么几代人的心血都在这里。房子如果不能交付，我死都死在这儿。
我实话跟大家说了吧，买我们房子的是四海集团的新任董事长杨董，他拿着银行给他的启动资金来买我们的楼盘，你们觉得他傻吗？他不傻怎么会做接盘侠？就是啊，但凡脑子正常一点，也不能做四海集团的法人啊。口说无凭，你叫他出来，我们对质。董事长，这位就是杨董，杨董，这就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李长青，李董。杨董，幸会幸会，久仰大名，终于见到你真人了，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李董，你就别寒碜我了，我不过是个背锅侠罢了，你们忙着吧，我就先走了。杨董，稍等，你看这些业主都不相信我们能解决问题，你能不能帮忙说几句好话？拜托您了。哦，原来是这样啊，小事小事。大家好，我是四海集团董事长杨晨，我确实在这里买了7栋楼，所有的合约和付款凭证也都有，大家放心吧。你骗谁呢？四海集团的项目都烂尾了，你有钱不去复工，你跑到尾城来买烂尾房，你觉得我们会相信吗？四海集团项目烂尾是王四海经营不善，跟我没关系。让四海集团的项目复工，回报率高的项目，大家不必担心，回家等着升职就行了。还升职？我儿媳妇因为这房子烂尾都不愿意跟我儿子结婚了。我现在就想着房子能交付，还想什么升职啊？那恭喜你，双喜临门了，房子马上升值，还让你儿子看清楚一个不爱他的女人。我操啊！不愧是敢背过3万亿债务的男人，心理素质是真强大。我就不敢像他这样张嘴就来啊！看来我还是肤浅了。就在这时，一排商务汽车组成的车队开了过来，而从车上下来的人更是惊呆了在场所有人。正是保利地产董事长霍秋燕女士和万科地产董事长于洪亮先生前面走着的。怎么带着他俩来了？难道……糟糕，中计了！大家稍安勿躁，听我说，我们知道大家买一套房子都不容易，一直在积极的寻找解决办法。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2位分别是保利地产董事长霍秋燕和万科地产董事长于洪亮先生，2家打算联手收购伟城项目。我现在带着2位董事长来现场观察，请大家好好表现，别把2位董事长吓跑了。我操！小伙子，你这是有内幕消息啊！大爷，这话可不能乱说，我可没有内幕消息，我纯粹是来亏欠了，根本想不到会有大公司来收购。刚才说那些话也只是帮李董忽悠你们，别闹了而已。小伙子，你自己说这些话，你自己信吗？信不信看你自己，反正这就是我给的答案。杨董，你也在啊？你也买了这里的房子？是啊，一大早就过来买了7栋，我这还没离开呢，你们就过来说要收购，给我整不会了都。这人都怀疑我有内幕消息了，这不是冤枉我清白了吗？你说什么？你买了7栋？你泄露消息了？没有啊，我还以为你泄露消息了呢。2位董事长都懵了，联手收购伟城这个计划全程由他俩当面聊，达成一致后才找到了江城府，整个过程不可能走漏风声，这下是真让杨晨蒙对了。杨董，你这是提前收到消息了？没有啊，我一大早就来了，一直到现在合同才签好，我能收到什么消息？2位董事长告诉杨董了，我们那边几家银行非要给我10个亿去赚钱，还派了几个所谓的投资顾问来监视我。我现在洗个澡，他们都要守在门口。你说我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能没脾气吗？我就想着破罐子破摔，把钱都买烂尾楼，这反而还歪打正着。我这是想摆烂，怎么就这么难了？周总，你说是吧？确实是，杨董刚才就是这么说的，他想把钱亏光才买的我们楼盘。霍董、于董，你们能不收购伟城吗？我真想亏欠，能满足我吗？我们也不想收购，可是这里烂尾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2家的楼盘，这么搞下去，我们的楼盘也卖不掉，我们也没办法。杨董运气真好，想亏钱都亏不掉。而此时的李长青却不干了，他立刻提出把钱推给杨晨，这些合同作废的要求，但还没等杨晨开口，直接说道：李董，咱们做生意得讲诚信，合约都签了，钱也付了，怎么能反悔呢？难道你想当着霍董和于董的面毁约？我们江城可是讲法律的地方，你要是不尊重合同法，市政府不会饶了你的。真倒霉啊！要不算了吧，我本来就没想赚钱。那怎么能算了呢？不管你本来的意图是什么，现在的事实是你半价买了7栋楼，给你的钱怎么投资？你说了算，但是赚了钱你必须得要，那么多债主等着呢，你赚钱不要合适吗？好像也是，李董，那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杨董，你要是没事的话可以走了，剩下的事情我们帮你处理，资金会打入你现在使用的那个账户。行吧，那就麻烦霍董、于董，你们忙着，我就不打扰了。带我收拾旧山河，一起吃饭。搞定收工，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小赚7个亿。杨董，您说什么？你才进去了一上午就赚了7个亿？没办法，实在是运气太好了。我一早用7个亿半价买了他们7栋烂尾楼，打算赌一把。谁知道刚刚出来，他们楼盘就被隔壁的保利和旺科收购了。不是杨董，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要是真的，你肯定是得到了什么内幕，否则打死我也不相信这是运气好的问题。随后5位顾问已经完全震惊到说不出来话，连忙给自家的行长汇报情况。什么？竟然还有这种事？看来这杨晨的运气简直是逆天了！你现在一定要跟进杨晨，跟他好好学习。我现在就立刻联系其他行长，给他加大投资。照这个进度下去，我们银行的2000多亿很快就能还清了。杨董，我们行长说了，他会联系其他行长商量，后面继续给您加大投资，让您放心大胆去干。不是吧？怎么又要借钱给我啊？当初你们催我还钱，现在又不断借钱给我，这要让我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啊？得了，我先想办法消化这些钱吧。各位，我们后会有期，或许也无期。